大家晚上好，我们已经今天的第3次直播了啊！哎，这是老范读评。这幅科技视角为啥不再更新了？这你得问他，也不能问我呀。点个赞，欢迎啊！你们都点赞了没？这一天逛街，总共看到小时量标准版苏7了啊！北京这边的交付速度提升了不少，不知道老范的车还要等多久？我已经把原来的车退掉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赔5000块钱啊，就是一开始的这个5000块钱赔掉，剩下的呢就是准备重新定预期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的稿子呢，这儿呢。好，这是我们老范读评节目。让我把稿子摆一摆。好，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阿里进入美国严选清单，和苹果的 AI 合作遭到审查。有人说了啊，按照中国的反间谍法以及相关法律要求，公司和个人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反间谍任务的时候必须配合。如果阿里和苹果合作，中国政府可以要求阿里提供数据给政府，而苹果不是中国公司，在中国的数据不需要提供给中国政府。这就是美国对苹果跟阿里合作的担心。这个我觉得你想多了啊。苹果所有在中国的数据呢，放在一个地方叫云上贵州啊，这个是不允许离境的。然后里面所有的雇员肯定都是中国人啊，那么这些数据呢，在中国政府要求的时候，依然是需要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啊。那么只要是苹果在中国的数据啊，跟在阿里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差异啊，都是要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所以美国这边呢，我觉得就是憋着坏，想坑苹果啊，没什么别的。现在要求苹果必须在美国生产，不在美国生产就要征25%的税。这你看苹果怎么办呗？其实化解这种问题的方式也并不复杂了，对吧？他只需要再找特朗普去吃个饭，对吧？然后说，哎呀，我们很尊重特朗普总统，前面拜登干得很烂，然后呢，再做一个承诺啊，说我们准备在美国投资1万亿美金，啊，这个特朗普说，你看我搞定了啊，然后税免了吧，对吧？这个现在整了这么长时间，特朗普的这个套路大家已经比较熟练了。然后是娃哈哈的代工疑云啊，这个有人说了，说现在很多品牌只注册公司就找任何人代工，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还专门看过这种叫做，我们管这种案子叫新消费啊，就是他专门在投资圈里有一个名词，这帮人呢就负责是给这个商品设计这个，比如说贴纸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故事啊，因为消费升级嘛，就是靠故事卖钱。他们把故事设计好，然后呢去找这个最大的代工厂去代工。我原来有一个朋友是做精酿啤酒，后来我说你这精酿啤酒能喝吗？我说你也没酿过啤酒，他说不用担心，他说我们这精酿啤酒都是青岛啤酒出的，对吧？然后你到青岛啤酒厂，然后跟人家去选择配方，然后自己去尝，尝完了以后，这个因为青岛啤酒本身德国人建的厂嘛，生产德式啤酒也没有任何问题，他就在那生产，生产完了以后，然后自己去画这个标签，然后讲相应的故事，说我这是德国风味的这个精酿啤酒，其实也没胡说八道，对吧？这个确实如此啊，但是这2年呢，因为新消费，没有太起来啊，所以或者新消费一开始大家想的这个路子是错的，啊，也不是没起来，起来了，但是起来的方向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些做小众品牌的呢，就有些通过抖音什么火下来了啊，但是很多的就挂掉了，啊，现在看到的所谓的新消费是什么呢？叫三朵金花啊，这个美股有7姐妹，港股有3朵金花啊，这个美股7姐妹都是科技股啊，这个
苹果、微软、谷歌、英伟达、特斯拉、亚马逊，这个还有一个应该是这个叫做谁来着？网飞啊，大概是这7个。而港股3朵金花呢是，那个叫谁来着？泡泡玛特，这个蜜雪冰城，还有一个是那个老铺黄金啊，这3个，你说它算是叫做什么嘛？算是这个新消费嘛？它也算，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中国的新消费呢，最后走的是性价比路，对吧？这个至少蜜雪冰城走绝对是性价比啊，然后呢，这个叫做泡泡玛特呢，其实倒是 IP 定义和代工生产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只是它这个大家实在看不太懂啊。至于老铺黄金呢，它大概现在有1/3或者接近一半的产品是代工的，对吧？不是自己生产的啊。这块呢，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生产的吧。啊，这块确实是在走新的商业模式的过程中，大家再去探讨的一个过程吧。好啊，这个老范是去年几月订的车？双11啊，11月11号订的车。所以呢，所谓的等40多周这个事儿肯定是假的啊，这个大概是等，我觉得10几周吧。你像我双11订的车，然后到呃元旦过完了，就是1月份，他就告诉我说车回来了啊，车到了，实际上也就是应该不10周多一些。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呢，就是我要求重排了一次啊，就是元旦期间，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不提车，要求重排。重排呢，是确确实实等到了应该是等到了4月底吧。这个呢是等了10几周啊，这个是真的等了10几周的。其他的，你说真的有没有人等这个40周的，我是没见过啊，至少我自己身上没遇到过。这个劳动模范啊，其实这个前2次呢，主要干活的是土拨鼠啊，我没干什么活，就是帮着吆喝吆喝啊。我这个今天主要是讲自己这一次，看一眼点个赞啊，还得去干活。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今天怎么才60个人啊？这个人好少。晚上好啊，晚上好。小米科技不算吗？什么意思？哪个是小米科技不算吗？你讲的是这个对美国这块儿吗？对，美国严选小米入选过啊，后来经过一段努力以后退出了，所以小米是不被制裁的。啊，说这个三姐妹哈，三姐妹里头没有小米。小米这种呢，还是就是股价相对平稳，能够进入到这种三姐妹也好、七姐妹也好这种，或者3朵金花也好的话，它都是这个要有大幅的涨跌。你像老铺黄金是涨了可能是5倍还是几倍，然后这个蜜雪冰城也是妖股啊，然后那个谁泡泡玛特现在也是完全疯掉了，就是一点逻辑没有就狂涨，对吧？这个才是能够进入到这种视野里头来，对吧？你不能像小米这样稳扎稳打，说我挣了这么多钱了，然后这个你看我财报这么好，大家这个给一个更好的股价，这种都是老实人的股价，这不能算的。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老范。个人觉得预期的配置跟外形比苏七更好，定预期的人能不能请愿雷总可以让消费者啊，定苏七的人能不能请愿让这个消费者改成预期？然后我的5000块钱就没了。我估计你如果没有到这个排产，应该还是有机会改的啊。但是如果像我这种车已经排产了，对吧？这个已经2次改期，然后还赶到排产了，就只能是亏5000了啊！如果你这个车还没有到排产，有可能能改。好，我们继续。这个大厨随波与这个随波啊，与这个 MCN 机构的撕逼故事啊，有人上来提醒我了啊，这个不是随波，而是随坡啊，不是三点水的波，而是这个土字旁的坡。
这个怎么说呢？我虽然是北京人啊，就是大家听我说话里头北京口音很重，但是这个波颇不分的时候呢，也还是有的啊。这口齿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我知道它叫随波，但是讲着讲着呢，就变成随波了。这个可能是这个还是有点口音的问题吧。这个北京人有这种问题吗？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确实遇到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更正一下啊，随坡啊，这个坡道的坡。再往后啊，说这个随坡的视频还是挺好看的，不过它能起来，除了 MCN，很大程度是老范谷和他师傅的影响力啊。这个老范谷确实是一个很强的账号，特别是在他师傅活着的时候，对吧？在国内的时候，当时是抖音大概有1400万的粉丝，现在的话大概还剩900多万粉丝，因为他师傅离开了以后，好像那个账号基本上就停更了啊。而且老饭骨这种东西呢，据说也变现，但是好像变现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每次都做的那个菜啊，就是你比如做开水白菜，对吧？拿多少种这个鸡，多少种鸭子，多少种肉，然后最后吊着一口汤，然后再把这个白菜怎么去拿这个汤浇开了，对吧？这种菜你家里也做不了，对吧？它就是真的是国宴菜，教你怎么做那个玩意儿。很多的这种，比如满汉全席呀，或者什么这上的这种功夫菜，它展示了这种玩意儿，对吧？这个算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文化传承吧，啊，并不是奔着这个叫做什么呢？并不是奔着挣钱去的。至于随波呢，这个随波吧，在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啊，但是你真的想把一个账号做起来，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啊，这个没有任何办法。T 恤上是什么图案？熊啊，这边熊啊，一个小熊。那预期什么时候出来呢？说是7月份开正式发布会开定啊，我是准备明天去瞅瞅。现在预期呢已经到店了，但是呢拉着帘儿不让看，啊，说明天就可以把这帘儿摘了，然后我明天去瞅一瞅。我准备围着预期多拍几条视频，啊，怎么着也把这亏了5000块钱挣回来啊，这是这么想的吧？这个你的口音一看就是大院儿口音，北京西城区的口音，那可重了啊！这个我确实是有点儿大院儿口音，我的口音是这样啊，从小在清华院儿里长大的，像我们呢就不算是北京话，啊，我们说的是叫南腔北调，因为清华院儿里嘛，就是哪儿的口音都有，我父亲是清华的老师，所以呢，我就从小一直说的是这种南腔北调，啊，所以各种的口音比较杂乱吧。但是随着岁数的上升吧，大概到30多岁、40岁以后呢，老北京的口音就逐渐的浓起来了。就是我现在的口音里头肯定是向老北京的这方向偏移啊。特别是郭德纲出来以后，然后听了一堆郭德纲，受其影响啊，这个也非常厉害。我还是觉得港股、小米科技是最稳的，老铺黄金、蜜雪冰城、泡泡玛特都是时代红利，尤其蜜雪冰城那个店的密度太夸张了，我觉得风险非常高。这个事儿呢，呃，我是不太同意啊，因为我个人感受是，在这3只股票里头，这个谁的风险最高呢？是老铺黄金的风险最高。因为老铺黄金呢，它这个就是黄金本身的一些金融属性跟它的市值什么的混在一起了以后呢，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混淆。老铺黄金呢，它其实没有什么门槛，因为你说老铺对吧？你说我这个铺10年了啊，不够老，你那铺20年了，你那算不算老铺黄金啊？对吧？当时我还讲过一些老铺黄金的这个视频，当时讲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名字是个形容词，老铺这个是形容词，然后你要用形容词做名字呢，就很容易混淆啊。它呢占了这个便宜，但是呢也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的商品，1/3或者更多是代工的，那么它的整个的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门槛就会很低，因为其他的这些老牌的金店也都在疯狂的生产这种叫非遗金饰啊，就是非文化这个遗产的这种金饰，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现在金价在涨啊，因为金价今年据说是可以涨破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一直跟着涨。如果等哪天金价跌了，你怎么弄？对吧？它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怎么回事？这就很麻烦。而且像他们这种金店呢，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就是自己存一些黄金的这种生意啊，这个是挺麻烦的一个东西啊。至于另外两家啊，泡泡玛特呢，虽然我不是能够特别能够欣赏这种 IP 文化的这种东西吧，但是呢，它至少在年轻人当中，它是已经蔚然成风了啊！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而且是全世界疯抢，对吧？现在那个谁，贝克汉姆背个包上都挂着个拉布布，那就说明这个潮流已经在这儿了，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要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做下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说蜜雪冰城呢，我的观点跟你正好相反啊，就是当一个这么大体量的店开起来啊，而且可以正常运转的时候，就是它整个的管理效率和整个的这种管理科学还是有价值的啊，它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店往前跑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在这个里头，我真正担心的是老头黄金。范老师这边能发征婚广告吗？我这儿有个女青年，这个诚恳想找个男青年过日子的英语女老师，这这个可以啊，但是你得有条件呀，对吧？你比如说最后上来以后找人要彩礼，要房本加名，然后要这个什么管人工资卡这个事儿就不行了呀。为啥好多企业喜欢去港股上市？是吸引国际资本吗？不是啊，这个上市这个事儿呢，最好上的是美股啊。美股说你亏了钱啊或者什么你都可以上，美股完完全全是注册制，上去了以后，你只要是披露信息完整，他就让你上啊。上了以后有没有人买他不管你，对吧？这个大家各自负责就完了。最难上的是 A 股。啊，它审查非常严啊，而且是，这个有指标啊。你现在能去上市，那绝对是家里不是一般人啊。这个，所以很多人说我们选择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港股。港股上市呢比美股难啊，但是呢比国内容易。它呢号称是这个注册制，但是呢，就是香港联交所的那帮老会计们也是一帮冥顽不灵的老古董，因为我当时。投资几个案子，正好是我们上面的母公司，就是金山集团是个港股上市公司，然后就需要去跟这些香港联交所的这些老会计们去答辩，这个挺难伺候的这帮人，对吧？这个所以一些在 A 股上不去的公司啊，就会去港股骗钱，肯定是 A 股最好骗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真的属于叫奉旨骗钱。啊，这个因为你不要求做真账嘛，你账可以是作假的，那骗股民的钱不是玩似的，啊，到港股呢，就是你骗钱就要稍微的注意一点了啊，除非你是央国企，你去了以后，没人去看你的账，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小企业的话，也没那么容易啊。这个前两天还在讲那个影石科技，就是做那个 Insta360那公司，说多少年没上去啊，好不容易是交了表上去了，现在好像又要给他打回来，对吧？打回来干脆别上了，自己挣钱算了，对吧？所以港股呢属于介于中间。听这么多人说玄界欧一啊，就老范说的最中肯，好多博主估计都恰饭了。哎，这个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呢，跟你这个认知不太一致呢，你也不要怀疑人家恰饭了啊。人家可能就是通过一些各自的角度去解读了啊，这个没必要去质疑别人。晚上好啊，点个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啊？终于破100人了，哎，太不容易了。像我原来这个直播读屏都能有快300人啊，现在读了20分钟才96个了，你看又掉回去2个，算了，不讲这事儿了。刚开始留意泡泡玛特的时候，还因为老范还是因为老范的会员视频啊，股价才80多，现在216了啊，你买了没有啊？你要没买的话，这个你讲这故事不就亏了吗？对吧？就是我真正讲的股票故事里头，这是
最传奇的其实是东方甄选，就是当时我讲的时候，大概它是两个港币啊，因为当时快破产了，然后最高的时候涨到大概是70-80啊，当然我也没买啊，说这个你们反正听我的故事呢，大家听着开心就完了啊，这个其他的买股票你赚了是你的啊，亏了也别来找我就完了。女青年，但凡外表不是太差的，不难找男朋友吧？哎呀，现在男孩儿也挺难说的啊。像我儿子就是，我说你上大学了，有没有看到周围有女生好看的？没有，都长得可傻了。我说那你这个有没有看着男生长得好看的？也没有，都长得可傻的。哎呀，这个听了我就松一口气啊。这个反正现在小孩儿就是也没这想法。后来我说你反正想找你就找吧，对吧？这个我儿子说不，找个女孩还得哄她开心，还得给她花钱，我自己还不够花呢。我说你不想找就不找吧，对吧？那能怎么办呢？出国前看蜜雪冰城拿个密度真的是感觉头大，这个反正三家我觉得风险都挺大的。呃，我告诉你，真的能把这么大连锁店开起来还不崩的，挺难的。那与其希望老范中肯，更希望老范恰饭是绝对的。这个 A 股上市才是99、80一难没关系的，还是港股或者美股办吧。不过滴滴以后出去难啊，以现在的格局，美股上市两头加没有啊？最近在逐渐放开啊，你看最近上去的那个，霸王茶姬，你说霸王茶姬有多少中国用户的数据？绝对多去了呀。他也是开这种奶茶店的，你所有在他那儿买奶茶的人都在那儿留信息啊，我们一堆人都是霸王茶姬的会员，对吧？那这样的公司都可以到美国去上市了，它也其实算个互联网企业，那奶茶店都是互联网企业，对吧？那它可以去上市，别的就都没问题呗。是不是女孩也是这感觉？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反正我们家是儿子，我就这么问了儿子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像胡主编说的，中国年轻人性压抑了。哎呀，这个就不知道了啊。现在价值观多元啊，找对象可难了。其实也没有了，现在好多人就跑去什么缅甸媳妇儿、尼泊尔媳妇儿、什么这个越南媳妇儿、俄罗斯媳妇儿，就好多搞这种事儿，对吧？这个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认知不是特别高的学生呢，他们就会去这个，就是觉得我不需要努力，我不需要去照顾对方，因为我的这个在中国嘛，毕竟这个收入啊和整个这一块是要比那边高很多的就可以不劳而获啊，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叫上官正义的人去举报这个倒卖尼泊尔媳妇儿的20万块钱一个人去举报这件事儿，最后是最近在被追杀吧，据说还活着就是这个人肯定是有性需求，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呢，他们现在不太愿意通过这个结婚的方式，特别是你需要男孩跟女孩在一起去玩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去玩你猜你猜你猜猜猜这个事儿就很无聊，对吧？他们宁肯说，哎呀，我们选择一个简单模式找一个这种，比如说缅甸老挝什么这样的地方的新娘，对吧？这个长得也不难看，或者说这个还比较朴实也愿意在家里好好干活，对吧？甚至他们还经常做视频出来给人演示，说你看这个嫁到农村人家日子过得也挺好，对吧？那么好多人就开始做这种美梦说你看嫁到农村，你说我们这还怎么样，就惦着去买媳妇儿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也确实比较难搞。范老师谈谈星巴克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哎呀，这个星巴克最近说是在卖但是谁在买不知道。这块儿不是那么了解，因为我呢，对于星巴克已经好久没喝了有时候还去喝一个这个
瑞幸啊，这个基本上不怎么喝星巴克了。虽然我原来是星巴克的这个会员，现在呢就是瑞幸盯着星巴克开啊，哪儿开了星巴克，瑞幸在旁边开一家。然后蜜雪冰城呢盯着瑞幸开啊，哪儿只要开了瑞幸了，我一定要在旁边开一个，对吧？这个就好多都是这样说，瑞幸把整个1楼包下来，那这个蜜雪冰城到2楼啊，这个瑞幸把整个1楼的这个门脸都包了，然后这个蜜雪冰城在旁边搭一小盆啊，或者在你的这个店对面盖一集装箱啊，我在这儿开，我就要挡着你开，因为呢，这个星巴克开店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去什么人流统计啊，什么整个这套东西特别严。然后蜜雪冰城啊，这个瑞幸呢跟他学，说你星巴克怎么开呢？我就跟你学啊，学完了以后我们就这样去开。然后呢，蜜雪冰城说算了，我也没那功夫去给你搞这科技啊，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开了我就开啊，你们在哪儿开我在那门口开一个，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那你这个不是挤得死死的吗？对吧？你想星巴克一杯咖啡30，这个瑞幸9.9块啊，就算没有9.9块10块吧，11、2块，对吧？然后等到这个谁，等到这个蜜雪冰城上来说，我这儿什么生椰拿铁8.8块，对吧？就搞这种事情，那你咋弄啊？刚才看了老范直播片段，咋了？这个星舰9飞又炸了，是的啊，这个哎，别预期，我们还是希望他做好吧。现在女的自我标价太高，这个哎，其实也没法说，有的时候，呃，至少在北京吧，我们没见过要彩礼的，对吧？北京现在就不实行这个东西，像我跟我老婆2个结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彩礼嫁妆这些事儿，开心就结就完了啊，这个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但是你说你非要找一个这种农村出来的啊，或者什么这种南方农村出来的，家里还有弟弟的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没炸，只是不及预期。炸肯定是炸了，只是呢，最后没有炸到的这个碎片的画面啊，因为这种东西如果不炸完整的扔下来的话，还是很危险的。它应该有自毁装置。找个性伴侣，那不就成了铁链女国际版了吗？这个事情肯定是在发生了，这个要看了。等过一段时间，比如过个这个3、5年，没准这个铁链女国际版的故事就会开始流传啊。星巴克估计可能会像俄罗斯那样被本土财团接手，俄罗斯那个还换了个牌子啊，因为制裁啊，这个像国内，你比如说肯德基、麦当劳什么的，都是国内的这种团队接手再去运营啊，这个 Subway 应该是他自己在运营，但是运营的就不是特别好。听老范的人啊，没人会去买媳妇儿吧？哎呀，这个但愿没有吧。小铃铛居然没提醒，来晚了啊！这个以后要注意啊，太惨了啊！统计成本，惨遭白嫖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统计成本啊，是这个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就是最后说是大家比狠啊！这个星巴克说我认真去踩点儿，然后呢，这个瑞幸说我跟你学习认真去踩点儿，然后这个叫做谁？蜜雪冰城说我最狠，哈哈，这个。上海也从来没听说过要彩礼的，但上海呢要求必须是上海人啊，上海姑娘基本上不嫁给外地人。我刚才问星巴克，就是想知道，如果星巴克失去中国市场，股价会不会崩？我估计它也不会失去中国市场，它还是会说，就是它的品牌授权给一些，比如说像百事集团呀，就是好像是肯德基好像是百事集团的，对吧？比如他最后把整个国内的星巴克运营体系卖给这个百事集团，啊，然后呢，他就收授权费就完了。啊，所以并不会说失去中国市场。来了点赞啊，欢迎啊，金拱门啊，金拱门是另外一家啊，但我忘了是谁了。因为金拱门喝的是可口可乐啊，肯德基喝的是百事可乐啊，就是它这是两套。
现在的学校从小就不给孩子谈恋爱，说是早恋啊，甚至到了大学以后都不准谈恋爱，一毕业就叫结婚啊。现在没有，现在大学都开始上各种婚恋课，对吧？说这个你们要培养一下感情什么的啊。我觉得婚恋这种事情呢，最大的问题还是财产分割的问题啊。这个结婚唯一的目的就是分割财产，啊，这个以及确定继承人的合法身份，其他的没有任何意义。中国人就太卷了啊，车圈有比亚迪，这个饮品有这个瑞幸和蜜雪冰城，瑞幸跟蜜雪冰城比起来，真的啥也不算，真正卷的还是蜜雪冰城啊。老外恨得牙痒痒，其实也没必要恨得牙痒痒。你像我去泰国，泰国的所有咖啡跟奶茶都是用塑料袋装，对吧？这个我们在泰国，比如说你要去外卖一个咖啡，对吧？他们是给你一杯子，然后杯子里是冰块再给你一塑料袋啊，袋儿里是咖啡，然后你要把那个袋儿剪开，然后把那个他们解我是解不开啊，上面有一个特别小的扣啊，把那袋儿剪开，然后再把那个袋儿里的咖啡倒到那冰块里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吃法，它肯定比咱们还便宜嘛。啊，对，百盛啊，对，百盛集团，说错了，百盛中国不是百事。最近因为租房，哎，什么意思？没事。最近因为租房接触了一个很难中介，什么意思？他说他们老家依然存在买媳妇儿的现象啊，这个正常。你想，中国有3000万男的没有老婆，或者说男的比女的多3000万，然后还满街的大龄剩女找不到老公，因为大龄剩女都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眼界高了嘛。这个那这些男的怎么办呢？啊，按照这个叫做谁，某些这个前央视记者的说法，就是你也要解决他的这个问题啊，他找不着老婆，你也得给他解决嘛，对吧？那他们就买呗。等于生出女孩了，他给人弄死了，或者给人扔了啊，然后男的就多了。婚姻是财产和税务组合，对，还有在德国呀，在这种国家就是税务啊，就是你不结婚的人就这个交更重的税。河南人啊，河南人就不知道了啊。前面那个徐州和什么那个到底在哪儿？反正是铁链女那个故事，就他们那儿是属于就是溺死女婴和丢弃女婴最多的地方，对吧？他们就容易干这种铁链女的事情。以国内的竞争激烈程度，我估计现在星巴克中国利润都是负的，还不如把门店卖了，这个赚授权费了。这个你倒说错了，就是这些大的企业啊，它会少赚，但是呢，一般不会负，它呢会算得很精确，很难受。就真正敢赔钱的还是中国人。婚姻的本质是财产权和继承权，对，这个是跟爱情没关系。赶上了啊，欢迎。这个下回试试，阿夫加朵的什么东西啊？咖啡淋在冰激凌上。我糖尿病不能吃冰激凌。婚姻还有保护弱者的作用，这个，我觉得保护弱者这件事儿就算了啊，没什么意思。老范精力旺盛，从早到晚不停，没有，今天还是这个主要上午都是这个土拨鼠在干活啊，这个我就是去做一个捧哏的啊，晚上这才是我自己的。徐州是苏北啊，对，苏北那边是比较严重。OpenAI 会不会停止开发者 API？这不可能的，这个一定会走 API 这条路啊，1.5倍追赶啊，来吧。越发达的城市单身女性越多啊，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些女性实际上是从农村和一些小地方来的，来了以后呢就回不去了，对吧？你在这个发达城市里头跟这些哪怕是小镇做题家冲上的这些男生交往了以后，你再回去就看不上这些当时不敢走出家乡的这些男生了。穷则董志明，达则什么呀？
1.5倍慢了开3倍吧？啊，是没开是多少？这个老范之前有没有投过医美企业？没投过。就是我投案子肯定还是要稍微懂一点，特别是他比如说在这个叫做互联网啊、流量啊，在这个圈子里它是有需求的，我才会去投，要不然医美这玩意儿完全不懂，你怎么敢弄啊？糖尿病如果吃药或者注射胰岛素，不是说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吃东西吗？不是啊，绝对不是。吃了药打了胰岛素以后，还是要控糖的啊。因为你如果一边吃药打胰岛素，一边开心的吃糖的话，这个会把身体玩废掉的。GPT Store、DeFi、Codes 都没起来啊，为什么 MCP 可以发展起来？MCP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散的东西啊，GPT Store 确实没发展起来，DeFi 我现在还在用，Codes 呢我现在其实也还在用啊，就是我还有账号也在用，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不是 DeFi 或者 Codes 这些方向啊，因为大家还是希望可以不要去做各种什么流程设计，然后让它自我规划啊，这个是DeFi 跟 Codes 比较难解决的，所以 Codes 现在在走叫Codes 空间啊。你认为比亚迪汽车是这个汽车圈的恒大吗？这个，我是不怕说他的啊，因为咱们在 YouTube 上也没几个人听啊。等礼拜五直播的时候，咱们讲这故事吧。啊，以前苏北宿迁号称中国人口交易市场，宿迁，宿迁是在苏北吗？那谁不是宿迁的吗？刘强东不是宿迁的吗？他不是安徽吗？哎，我搞不太清楚了啊。3倍速好像只有手机会员才能开啊，这个不知道。好像司美格鲁肽对糖尿病有作用，刚看的新闻是有作用啊。司美格鲁肽一开始也是治疗糖尿病的，你包括那个谁，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割花脂，最早是减肥药啊，后来发现减肥效果不好，然后就变成糖尿病药了。但是司美格鲁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甭管打针也好，吃也好，它影响你胃口啊，就是很多人弄完了以后反应很大，吃那个打完针以后会吐，就是你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对吧？还是要吃嘛嘛香啊，是人生快乐的一大重点。星巴克还是没有入乡随俗，国内外价格一样，但是中国人收入跟发达国家也差很多啊。这个星巴克也入乡随俗啊，人家出月饼啊，出粽子呀。这两天星巴克在卖粽子，苏南啊，好吧，自己磨咖啡吧啊，我是不费这劲，我都是喝3顿半。二甲双胍是的，割花脂就是二甲双胍。这个磨咖啡这个事儿呢，属于一个就是你享受这个过程啊，这个就像我们比如说打游戏，你享受的是一个过程啊，这个并不是说我最后看一个游戏得分就完事儿了。但是我对于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就是喝最后这个结果就完了啊。好，我们继续读评论。终于有159人了啊，好不容易。这个南非游记啊，这个里头有些人说了，说你这经历一点用没有啊！想象一下，以为欧美投资者来中国投资，在地接待的人会带这位投资者去看什么？就这么一趟行程啊，你能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印象？这个反正我也不是去找茬去的，对吧？我只能说我看到了什么啊，有些是我自己走的，有些是人家带着我走的。对吧？然后呢，也有一些呢是我们找的当地的人啊去看的贫民窟啊，都去了。然后你说，哎，你这看的不够全啊，这个只能是什么呢？就是我讲的东西呢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然后呢，你也没必要质疑我，你看我讲的也都挺客气的，对吧？我说，哎，这个南非这个事儿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对吧？我没有说一口说，哎，这个事儿没有啊，这个种族灭绝没有啊，我没有讲这话，对吧？我只是说我不知道啊。然后呢，我从我看到的东西呢。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啊！我也讲了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对吧？现在2025年了，我那是2018年、2017年去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又发生什么新变化？我不知道，对吧？这个咱们呢还是要稍微的这个礼貌上对齐一下。你看我说的这么客气，然后你上来说你一点用没有，这个就属于怎么说呢？就属于客气给了一个文盲看，哈哈，这个也觉得挺没劲的。
这个再往后啊，说就不谈能不能达到种族屠杀的地步，南非的犯罪率无疑是极高的，南非的谋杀率是每10万人45人，全球平均水平是每10万人6.1人啊。被说治安不好的美国是5.8人，其中针对白人的犯罪率也是极高的，谋杀率是每10万人45人啊，这个就肯定不对了。因为他这个里头肯定是出事儿的黑人最多啊，然后呢，像这个华人量也不少，白人其实在那儿可能反而算是这个犯罪率里比较低的啊，因为白人是这样，就是有钱人呢，他们会这个注意保安啊，然后呢，真正穷的人呢，你都穷成这样了，也就没有什么人再惦记你了啊。因为我当时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呃，就是华人嘛，都是华人，说你如果真的碰到黑人打劫你，你把钱给他呢，也就完事儿了啊，他就是你身上有多少钱就是了。然后如果你碰到了华人打劫你，那这事儿完了，对吧？他肯定是要绑架你，然后这个家里交不出赎金来，你可能就回不去啊。而且呢，交了赎金以后，你可能回去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对吧？他是这样的，就是当地呢确实是犯罪率挺高的啊，但是你不要去这个，就是以我当年的这个行程的看法，你不要去贫民窟，一般都还好。因为我们有一天晚上，当时是在开普敦啊，就是跑出去玩去了，自己上街溜达，自己打个 Uber，然后去商场，然后去海边然后那个去游乐场，在那儿吃饭，对吧？这个甭管黑人、白人或者其他的，像我们这种亚洲人，都挺开心的，在那里玩耍，还有很多印度人在那里玩耍，然后没有人看着这个满眼惊惶，然后这个像这个打 CS 似的，然后看着哎前头有人没有，后边有人没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正遇到了这种，就是说，这个看到什么人就很害怕这个事儿，在哪儿遇到的？法国遇到过啊。当时我们去波尔多投案，然后呢，到那儿先被人教育一通，说：“哎呀，这个法国可乱了，对吧？到那儿被人抢手机，被人偷钱包，被人那个什么，而且法国有一大堆的这个阿拉伯人、黑人，然后他们都是难民，然后怎么厉害。”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同事是在法国留过学啊，然后就跟我讲说，所有在法国留学的留学生，然后每个人至少丢一个手机。然后所有人在法国坐出租车啊，不是坐出租车，坐地铁，都不敢把手机拿出来看。你要敢把手机拿出来看，这手机就不是你的了。就跟我灌输了一堆这个。然后当时在波尔多白人区没事啊，我们也上去逛街呀、吃东西啊，商场里买东西啊，对吧？那儿也有老佛爷的商场，也有家乐福，什么都有。然后呢，说哎，这个城市中间有一条线啊，你过了这条线到那边是黑人区了。然后呢，我们有一次就不小心走过了，然后看见对面黑人朝我们走过来，当时落荒而逃，对吧？这个事儿我干过啊，但是南非绝对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继续啊，说这个今天对老范的说法有点疑义啊。光说一个地方的艾滋病率如此之高，近20%，哪怕你不搞黄色，也绝对不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地方。因为艾滋病对于普通人来说，等同于绝症。一个地方接近20%人，这个有绝症，他失去了生存的希望。这个地方治安能有多好啊？怎么会适合旅游？这个首先是这样，就是艾滋病这个事儿呢。确实很可怕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主要是血液传播跟性传播啊。你如果到那儿不要去给自己扎针儿啊，不要去这个吸毒，不要去使用当地的血液用品啊，然后不要去跟当地人发生这个性行为啊，一般是没事儿了啊。这个艾滋病并不是说你跟个艾滋病人这个看一眼就能得上啊，或者说握个手就能得上啊。至于当地的黑人，他们得了艾滋病以后呢，也无所谓，因为我记得当时看有一个电影，就是尼古拉斯凯奇演的《战争之王》，对吧？他是到非洲去贩卖军火嘛，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啊，喝了很多酒，然后发现起来的时候，身边两个黑人女的说：“哎呀，这完了，我也没带什么，没有用什么安全措施，我这万一得了艾滋病怎么办？”然后那些黑人说：“你怕什么？你为什么就是你是个卖军火的，对吧？你这个军火上来一枪，砰就打死了。”你为什么要害怕一个10年以后才杀死你的疾病呢？他们都很开心的在这里生活，对吧？他的这个生存方式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生命的这种看待方式跟咱们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没法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把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套在人身上。
这个还有人说了，说南非怎么样也得纵向比一比啊，从发达国家堕落成如今这个样子，多少能说明一些东西。这个事儿呢，在我录这期节目的时候，还专门跟我太太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原来确实是个发达国家，但是你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啊，甚至比可能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要再穷，还要再乱一些。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啊？这个曼德拉，他的叫南非国大党啊，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后来呢，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看对谁说。你虽然原来是个发达国家，但是呢，国家财富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面，而且呢，这些人是通过压迫和这个种族隔离吧，迫害这些黑人，然后能够去实现这样的财富积累。那么现在虽然变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把国家治理的可能也稍微的混乱了一些，秩序没有原来那么好了，但是对于这个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来说，可能是个好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事情要看对谁说啊，你不能以国家为这个一个主体，说我对于国家来说，原来是发达国家，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好了，对吧？你要对整个的民众来说，对吧？这个国家、民众、民族，跟党捆在一起，只有咱们啊，其他地方不干这事儿。好，继续啊，说这个白人人口比例由30年前的20%跌至今天的7%，你觉得说明了什么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你不能只看这个数据，就是南非的国籍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混乱的啊，就是南非是有很多非法移民的，因为南非有很多金矿啊，然后呢，这些金矿是需要这个人员去开采，然后南非周围的几个国家都有大量的人会到南非来去开采金矿，而这些人呢，原来是南非的黑户，然后白人呢，以前的南非白人有很多也是有双重国籍，对吧？他比如说是英国人啊，因为南非也是英联邦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国籍，那么在统计的过程中，在特别是曼德拉上台了以后的这段时间的统计里头呢，他们其实是把很多的原来这些黑工就直接发国籍了，你们今天就算南非人了，对吧？所以他这个黑人的人口在发生变化，然后白人呢也在发生变化，对吧？那么有些人说，哎，我发现你现在对我不好啊，那么我这个就走另外一个国籍，我就走掉了，对吧？这个也是在发生变化的，所以它的分子分母都在发生变化，那么你说这个原来20%，现在7%，好像13%的人被干掉了似的，不能这么算啊。好，我们来看这边啊，一季度票据贷款上升，不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了吗？有人拿大众之类的对比，其实没啥可比的，人家供应商账期才多少啊？这个其实长城自己的供应商账期也不比比亚迪短，点赞的才12个啊，给上线的人数不匹配啊。对啊，你们听故事里点赞啊，对吧？都去点个赞，然后这个又不花钱，先点个赞再从头追啊，好样。老范，你之前看你在清迈直播做节目，什么时候来南美智利旅居一段时间做节目？你在智利吗？这个南美我还从来没去过啊，北美我去过，就是美国、加拿大我都去过。然后呢，墨西哥没去过，本来有一次有机会去墨西哥，因为当时投了一个墨西哥的案子，后来没去。然后那个南美从来没去过。为什么 OpenAI 不能停 API 自己垄断应用层？这个如果它把 API 停了，自己垄断应用层的话，那后边就没它什么事儿了啊。因为现在其实应用用不起来，还是要靠大量的开发才能把这个东西跑起来。把单口相声当新闻联播看啊，有这样人。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讲的很多东西呢，这个就是我尽量去查啊，但是因为有 AI 的帮助呢，我查东西的效率确实提高了，但是错误率也提高了。我就反复强调，大家听故事就完了啊，别太认真。哪儿错了你告诉我，我去改。比亚迪只要车还能继续卖，这个收入增利润增，政府公用车出海，呃，未来无人出租车等等只要还能增长，能把其他的对手干趴下，这个金融游戏就能继续它就没事儿。
这个等回头吧，礼拜五我先整理整理。如果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咱就直播说啊。如果整理了东西问题比较大的话，再想办法。问题一啊，AI Code 能消灭史山代码吗？不可能，它会产生更多史山代码的。这个苏七5000块钱的这个定金啊，这个算了，我觉得还是守规矩就完了啊。咱们当时既然已经签了协议了，咱们就认这个规矩啊，认赌服输。所以约谈的是零公里二手车，不是供应链金融，是这样的。因为零公里二手车有一个很讨厌的东西，它是骗补贴，骗政府补贴。其实犯罪率高是，没监控啊，靠人种来说，我觉得没意义啊，我也是这么想。然后呢，苏七要是挂闲鱼转让被同事看到，那就尴尬了啊，这倒没有了，我倒不怕尴尬，只是觉得，你既然签了协议就认呗，还是要有契约精神。中国大陆谋杀率是0.6%每10万人，日本、韩国、德国是最低0.2每10万人。这个我觉得有些数据呢，你可以相信啊，有些数据不要太当真。南非其实和墨西哥差不多啊，有安全的地方，也是有适合旅游的地方。你要去玩几天啊，多注意，就还好啊。你要是长期在那儿，只能祝你好运啊，这个其实也还好。因为呢，我认识那帮人都是长期住在那边的啊，而且在那儿住了几十年的人。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想在南非保证安全，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别跟华人打交道啊，这没什么大事就是你跟黑人打交道，跟这些人打交道呢，白人打交道，其实大家都挺朴实的啊。这个你只要不跟华人打交道，都比较安全啊。这个我记得前两天还碰到一哥们儿，看一个视频吧，讲说什么呢？说为什么中国人一到非洲去干活就不愿意回来了，对吧？好多人就想说，哎，是不是在非洲找媳妇儿容易啊？然后一到那儿乐不思蜀了呀什么的？其实他不是，他说非洲就是人工便宜，对吧？你在美国，你比如说你铺个木地板，你自己铺；你在中国呢，这个家庭收入，比如说年收入20万、30万，你绝对不敢请佣人。对吧？在中国，你可能家庭收入50万往上、60万往上一年的，你都不敢去请佣人。但是你要在非洲呢，就特别是这种就是黑非洲这些地方，说他们有些人可能一年也就挣个20-30万人民币，家里头的司机、保镖、什么门房、各种的厨师、佣人4-5个，对吧？那你啥也不是。你在那边呢，就是有很多人替你服务。你像我到那边去，就是我们投资的那个项目，他们家里头也是一堆人在为他服务啊，对吧？这个都很开心的。咱们的政治上是三位一体啊，绝对的，任何想去分割的人都是坏人。Stripe PayPal 这个什么有啥区别？我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啊，因为我虽然是除了最后这个没有，其他2个我都有账号，但是用的也不多啊，对他们不是那么了解。刚看新闻，xAI 进小飞机了啊，这个没注意啊，我现在就光看到 xAI 准备上 XPay 啊，准备上支付，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智利首都附近最近做了个 IT 未来圈啊，未来区我在这里工作写代码啊，我爸爸是智利人哦，这个很棒。有机会可以去玩耍吧。之前你在清迈开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泰国。对，那个时候你说你在泰国了，但我现在在南部啊，去泰国，但我在南部去清迈太远了，所以没有过去啊。这个啊，你在智利，但智利我还真没去过啊，有机会可以去找你玩。看到脱裤子验证这个新闻了啊，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啊，这是什么？不知道，没听到的。一个大学时候我老师分享的故事，工地出现人命案，除非708落的，否则一定心肺复苏到医院才停啊，因为这个死亡数字达到这个某个数字上限了以后，对，这个是在中国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所以统计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有些数据不要太当真啊。
不是种族歧视啊，这个广州三元里黑人聚集区以前也挺乱的，现在不知道咋样了。据说是整理了啊，就是把一些非法拘留的人处理了以后，然后就好很多了。XAI 上了 Telegram 啊，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啊，回头去研究一下。好，喝口水，咱们继续。玄界 O1这个芯片发布会啊，所以还有人问啊，老范苏七提了没？这个讲了好几遍了啊，苏七的5000块钱定金这个放弃了啊，这个全款打过去了以后呢，我把5000块钱以外的钱退回来了，所以我现在的小米 APP 上又是重新是这个不是车主了啊，然后是准备重新去订车，估计到7月份吧，我会去订一辆预期。然后啊，这个玄界 O1芯片发布会啊，这个成熟的好技术拼在一起，苹果不就一直这么干吗？苹果还有一公司特别爱干这事儿啊，就是说我们把成熟技术拼在一起，然后不做创新。除了苹果以外，还有一公司啊，这个公司叫任天堂，对吧？他每次什么这个做什么最高分辨率啊，什么最大算力啊，什么做这些东西他从来不干啊，就是我把游戏做好玩就完了。苹果呢，就是把这个艺术啊，或者说把这个人机交互这块做好，技术这块不重要啊。这个小米呢，现在确实在走这条路。然后啊，谷歌 I/O 2025这个里头呢，有人说了啊，RuCode 有一个第三方的这个 Mod 库，这个基本上是先做框架设计和文档编写，然后写伪代码，然后 TDD 叫Test Drive Development 啊，就是叫测试驱动开发。这和 Indigo 的描述很类似啊。这个其实现在很少有人干这样的这种全套活了啊。很多人都是一拍脑袋就直接出原型了，要么现在叫这个氛围编程的，对吧？你甭管会不会，都可以玩一下氛围。所以我 RuCode 我也是啊，这个我从来不干这么一整套事儿，都是一拍脑袋就上。继续。这个感觉老范晚上的精神比下午还足，对，因为我下午呢是正在整理这些问题啊，整理问题的时候，突然这个土拨鼠给我打电话说：“哎呀，咱们再播个20分钟吧。”我说：“行吧，对吧？”然后就整个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么好。老范会玩《死亡搁浅2》吗？应该不会啊，《死亡搁浅1》我都没玩过，对吧？这种送快递的游戏不是特别适合我。广州三元里的非裔好多是西非国家的，最初去进货，后来觉得可以黑在广州，好多人就黑下来，后来是把他们清理了，就是特别疫情期间是清理了他们几次，现在那边已经比较，就是还是治安不错的啊，因为前面有一个黑人博主，然后跑到那边去做采访去了，就是确实那边是要比这个普通的广州城中村还是要稍微脏一点啊，但是呢，就是也有好多中国人在那儿做生意，也在那儿买东西吃，然后也在那儿开小吃店，对吧？然后黑人也在那儿这个开开心心的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对吧？这个他跑到那儿挨个问人家说：“你们在这里生活开心吗？有没有人歧视你们？”对吧？大家都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对吧？这个也是有人去做过视频啊。直播说话太慢了，我要出去一下再进来啊。好，没问题。这个也不是直播说话慢了，我这个已经算快一些了，就是再慢慢练。直播不可能3倍啊，这个你可以休息一下，回来3倍啊。看好 Web3应用吗？不看好。我也是这个氛围编程啊，想到啥就上啥，此路不通就推倒重来，对，就是这样的。氛围编程唯一需要干的事儿就是存盘啊，或者我们叫这个 Git 上面去打标记，不行就 rollback 回去就完事儿了。GPT-4o 写文档比真人写的好啊，还能问你能否生成 Word、PDF。哎呀，我最近使这个 Gemini 2.5 Pro 使得好开心啊！这个因为我是用我儿子的 EDU 的邮箱去注册了这个15个月免费啊，然后这个就
疯狂的进去 deep research 啊，太开心了。好，我们继续啊，这个65亿 OpenAI 收购 IO 团队，准备做 AI 版 iPhone 这条，有人说了啊，说$20亿是涨一点点吗？啊，这个是我前面讲的，说上一轮估值是40亿，这一轮讲到65亿啊，然后涨了一点点，啊，这个人觉得$20亿就一点点，这个人是不是嘴太大了啊？是凡尔赛谁呢？啊，这跟大家讲啊，我们呢不能看这个数，要看比例，对吧？你像从40亿涨到65亿。就是涨了50%啊，这个等于是20亿涨了20亿出来嘛。这个数对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的，而且这么明星的案例来说，真的是涨了一点点，对吧？你跟200块涨到600块没区别，因为大家最后看的是比例，不是钱数。大家前面那个也是按照40亿的估值投过的呀，对吧？不是说我前面那个股份是白来的，那也是投出来的。所以最后看的是比例，啊，再往后啊，说这个是不是因为罗永浩进了这个赛道，大家就不玩了，就不愿意给钱了呢？您太看得起罗永浩了啊！罗永浩进什么赛道，中国人可能还看看，美国人啊，特别像这个叫 Johnny 啊，叫 Johnny 衣服啊，这种人他才不理你呢。你问山毛他们罗永浩是谁，他听说过吗？他根本就没听说过。对吧？这个所以不要太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我也是教育注册了一个啊，但是还是用回了 GPT，日常4O 和4.1还是顺，稍微复杂点的就用 O3啊。我是因为我GPT 用的是$20的套餐，然后因为我干的活主要是搜集资料嘛，搜集资料这件事儿呢，这个$20的这种账号每个月用不了几次哈，所以用超了以后就只能是用 Gemini 2.5啊，而 Gemini 2.5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个 EDU 不是说只有美国的吗？没有啊，像我儿子EDU.cn 的邮箱也注册通过了，我也得到了15个月的免费。查资料 Perplexity 特别爽，没有 Perplexity 经常骗啊，我是被 Perplexity 给骗了一次，然后就这个后来用的就少了。这个 AK 采访雷鸟，这个什么眼镜的视频看了吗？啊，没看，感觉国内的眼镜行业很自信啊。这个至少创业的人都得自信一点呗，你不自信创个啥业啊？这个最后用回 GPT 了啊，这个我 GPT 用的真的少啊，也不是不用，我现在 GPT 有时候是 O3加 Deep Research 会用，然后呢有时候会用 GPT 4.5，但是4O 现在用的确实少了，特别是 API 调用，基本上 GPT 的都不用了。我现在 API 调用的是Grok、DeepSeek 和这个叫做什么，而且 DeepSeek 我只用 V3啊，我不用 R1。然后呢是用一些这个 Gemini 啊，基本上剩下都是 Gemini，就是大活都是 Gemini 干活。我用网页版的 GPT 和这个 Tree 的这个 Cloud 4.0啊，这个我现在如果需要写程序的话，我就用 VS Code 啊，因为现在 GitHub Copilot 也有 Agent 模式，所以我对于 Tree 已经是完全没想法了。特别是最近还开始收费啊，太过分了！做了这么烂的工具也好意思要钱。苹果的芯片真的可以啊，虽然也是 ARM 的指令集，但是 CPU、GPU、NPU、ISP、基带等基本都是脱离公版，实现自研啊。这个基带它反正自研了好多回都翻车了，这个现在据说是下一个版本是要用自研基带了。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其实呢我挺不认可这种说法的啊，并不是说自研就厉害。对吧？我宁肯大家都使用标准，对吧？都使用公版，在公版上改的越少越好，这样能够让标准统一下去。啊，我从来不认为说谁的基带、谁的芯片里自研成分高谁就厉害，这个观点是错的，对吧？大家都用统一的标准，用统一的这套东西才是好的。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吧。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一帮老师到日本的这个公司里边去给人打工，
就是算访问交换吧。然后呢，到那儿以后就不服气嘛，说那个他们这代码写的不行啊，我要给人改一下，然后我这样的这个代码更好一些啊，更这个叫做效率更高一些，更巧妙一些。然后日本的那个团队的 leader 就跟他讲说，你这不对你这样做出来的代码别人没法维护，也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团队的协作，对吧？他那个虽然你看他的方法很笨很规范，对吧？你用这个方法写，但是你换一个人能看得懂，能够去维护这个代码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千万不要说你看这个是抄的，然后这怎么样这个是不对的。我当时搞的时候，甚至只能美区的谷歌账号。当时是这样，美区谷歌账号好像不需要 EDU 邮箱就直接可以过，后来是那个，需要 EDU 邮箱才能过。Grook 的 iOS APP 可以直接开视频摄像头了，好像只有 Grook 上是免费的。是 Grook 确实现在能力在越来越强VS Code 的浪漫只有大龄男才这个懂，没有了这个现在其实你们看到的什么 Cursors、Tree、什么 Windsurf 都是 VS Code，这个编程 Cursor 也挺好是挺好的。Tree 是特别烂工具调用奇差无比，什么模型上都是百搭，绝对的。所以我宁肯是在这个叫什么呢，在 GitHub 上在 VS Code 上用这个 root code，我也不用 Tree。3倍速赶来真舒服，你这个是有些问题需要调整。日本人说的有点道理，一个人搞和一群人搞一组代码要考虑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绝对的。这个所以千万别觉得，哎呀，你看苹果都自己设计的好厉害这个高通都自己设计的好厉害，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人开始去，我们接着去这个网上的还有最后的一个视频的内容，小米玄界 O1是不是 ARM 的 CSS 方案有人说了，说这个假自研还卖高价，翻出来真丢人。这个其实我讲整个视频的目的，告诉大家这个是不是 CSS 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就算它是 CSS，敢去干这个事儿的人也没几个，对吧？然后能够干还能干成了，最后能把手机卖出来就可以了，不要去嘲笑说你这个不是0到1了，你这个怎么样了，没有任何意义，能把东西做出来好用就可以了，对吧？没必要去纠结这个事儿然后说这个 ARM 赋能说的没错，这个小米的芯片不就是基于 ARM 吗？小米习惯表述不清晰，ARM 趁机打广告而已。这个反正现在呢，确实是民族情绪有一些扭曲吧。这个大家都比较谨慎说错了说的不是特别合适的，咱就改呗，那能怎么办还有人说台湾至今没有一家公司吃套餐设计出1亿款3纳米芯片，谁说的？这个 MTK 的这个就是联发科的天玑9200、9400就是 CSS 的，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吗？走 CSS 一点都不丢人千万不要觉得走 CSS 就怎么样，这个真没必要还有人说了B 站上看到阴谋论，说小米这个芯片是被美国扶植起来针对华为的，笑死了。以下是原评论如果华为 Mate 60的麒麟芯片始终让老美一团雾水，不出个1-2年，这个老美一定会扶植出一家国内企业，搞出一个打着中国牌的半导体企业，当然产品性能上足以和麒麟海思、高通骁龙不相上下。这个我觉得脑洞挺大的我这人可以佩服一下吧，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对吧？这个思路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一个这个说有人说了，首先勘误一下，小米官方账号和芯片负责人朱丹都已经辟谣了，联发科之前也辟过谣，小米和联发科目前根本没有采用 ARM 的 CSS 套餐，这是 ARM 自己想推销自己的 CSS 搞的乌龙事件，所以自己删帖已经这个重新发了。另外老范最近怎么吸引了一堆反制造谣的米黑观众哪怕是用 CSS 也不妨碍这颗芯片是自研设计的定位。央视
这个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这个芯片已经定性和背书了，外网竟然还有一堆这个低认知的人被洗脑，还以为自己最清醒的人。看底下的评论，我以为是国内这个黑狗或者是见证吃了民粹爱国流量的博主的评论区呢。自从小米设计芯片发布，互联网上又多了一群芯片专家，指鹿为马、扣帽子的本事不错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小米就是特别是雷军自己，然后还有这个小米自己的一些人呢，确实出来说了，说我这个没有走 CSS 套餐，对吧？我自己做了设计了，但是呢，这个到底是不是 CSS， 我觉得本身不重要啊。如果啊，有些人觉得是 CSS 或者不是 CSS 一定特别重要啊，还需要让央视、人民网、人民日报出来、新华社出来给他背书啊，出来给他定性啊，我们才能说我不是 CSS， 我好厉害。那么这个本身也很狭隘啊，这个是不是 CSS 又有什么问题吗？啊，你现在不敢承认啊，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啊。那么你比如说最后我们没有去签这个 CSS 协议，或者我签的 CSS 协议再加上一些补充条款，就不算标准 CSS 协议了，对吧？那么任何指责它是 CSS 的人都叫与基本事实不完全符合，都算造谣，没毛病啊，对吧？这个可以这么讲啊。至于 ARM 来说的话，赚钱咱不丢人，对吧？你只要愿意给我钱，你说你不是 CSS， 我就说你不是了，这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最后我们还要去证明一下，说你看小米真的不是，这个我觉得就走过了啊。雷军呢，他没办法，对吧？他是个大网红啊，这个好几千万、上亿的这个粉丝，那也得照顾屌丝们的这个认知啊。你说我这个是 CSS， 我这个快速做出来了，那人家不认他，那你也只能立这个牌坊，你不能让牌坊倒了。这种事儿我觉得都可以理解。然后我们在这儿呢，甭管是上来说，哎呀，你看他居然不是原创的，好可笑啊！这个我觉得很没什么意思啊，这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看都辟谣了，有人这个上来背书了，这个东西就是自主研发的，那些人好可笑，这个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是 CSS 本身没什么重要啊。而且呢，我也讲了，从 CSS 套餐设定、收费标准以及它的这个A、B、C 三个套餐啊，就是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三个套餐，你比就完了嘛。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而且雷军自己也想，你看我们啊做了一个新的设计，就是叫外接电源，然后让这个叫做频带让这个超大核的这个频率从3.6涨到3.9了。我也讲了呀，对你做完了以后，你也得走 CSS 套餐，然后走人家那个辅助测试啊，人家给你测几百次，对吧？雷军说我测了几百次，那个人家说对啊，我们是提供这服务的，对吧？套餐里的一项，这个没有问题。你最后就是 CSS 这个套餐不好听，大家都不叫这名字，不就完事了吗？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这么去这个纠结这个事儿啊，这个纠结的过程也是挺不成熟的啊。字节为啥搞不好Tree？是投入度不够吗？这个可以给你讲啊，因为我原来那个朋友已经离开字节了，所以现在可以骂他们了啊。这个字节搞不好Tree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公司病啊。大公司病的是，咱们现在所讲的大公司病呢，并不是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很傲慢啊，或者是投入不够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讲大公司病是什么呢？就是，分条分块啊，每个人投入一点点，然后呢，不愿意全情投入去做一件事情，这叫大公司病。字节当时我去的，当时做那个字节 Tree 的这个发布的时候，我还跑去了嘛。他就跟我讲说，你看这个，我们不能跟火山引擎混在一起啊，我们也不能跟其他人合作，我们还不能跟扣子合作啊，我们就要单独推这个 Tree，然后其他所有人都不能合作，我就要搞这个事情。而且他们做 Tree 的这个团队呢，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团队啊，原来是做好像是 TeamVision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当时那个团队是被腾讯收购了，然后里边一些核心人员跑出来以后，单独做了一个小项目，然后被字节拎去了啊，所以他们那个团队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开发者精神、有开发者思维、有社区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根本就不是，只是一个做这种可能有一点小 SaaS 产品的，或者而且还是抄人家 SaaS 产品的一个这样的团队啊。因为 TeamVision 原来是抄 Notion 的啊，这个因为 Notion 出完了以后，我们也在国内找了一堆这样的项目去看，看完了以后，当时还想投他们呢。
后来想了想说算了不投了当然还不是 Notion，当然是 Trello 等于团队就不是好团队，然后呢内部又是分块分的清清楚楚的，对吧？那你怎么可能做得好呢？对吧？到现在为止，前面一直讲说我们免费了以后 ，Cloud 3.7一直让人家去这个排队，那就没法使，对吧？我录了几期这个Tree 相关的视频我录那视频累死我了，对吧？这个动不动就排队，动不动就排队，这个实在是没法整。而且呢，他们整个的这个agent 里头的提示词，整个的 agent 的控制都奇差无比你跟他说要改不了，因为我当时去跟他们也见了他们的宣传的人员、宣发的什么这个各种社区组织人都见了，然后这帮人呢各管一摊，谁也说不了谁，对吧？这你咋弄啊？这你要是一个创业公司，老板一声令下，那大家都得按一个目标走，这才能把东西做好，对吧？你像字节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宁肯复制粘贴，试过 Tree 里边的 Cloud 4.0果断卸载式的。我现在宁肯去这个叫什么？宁肯去这个叫做这个 Rootcode 里边去挂自己的这个 OpenRouter 的 Cloud 4.0，我也绝对不在 Tree 里边使我宁肯花钱去用这东西。小红书为啥不上市？这你得问小红书他要上得去，他早上了，轮不上他，对吧？或者他的条件有问题。OPPO 的折库估计也是 CSS， 这个就没法说了。这个折库反正人家解散了嘛，对吧？这个我们就没必要再去揣测它了。央视瞎背书的事儿多了，当年还给莲花清瘟，这个就不折腾了这个莲花清瘟很厉害这个就不用管它了。这个雷军是大网红这个绝对的。预期的设计总监还说自己没有参考法拉利和保时捷迈凯龙，这个没有抄袭呢。这个，我觉得呢，那个设计总监就太年轻了你说我们尊重我们这个致敬都没毛病，对吧？我觉得在这个预期设计这件事呢，我见过的这个情商最高的回答是谁就是有一个人跑去法拉利的店里去看那个法拉利的那个就500万的那个 SUV， 就到那儿去问，他说你这个跟这个小米预期像不像？后来说我们也没法讲这东西像不像。然后他说那你这个东西谁快呢？哪个更快一点？后来说肯定预期快，那是个电车，我这是个油车，对吧？肯定是电车快。他说那这个你们这个觉得他们抄袭这事儿对不对后来那个人家那个店里头卖法拉第那个销售是怎么讲的？他说没什么不对的呀，这个挺好的呀，各自有各自的市场，对吧？我500万的车有500万的车的市场，你那20万的车有20万的车的市场，我们也没什么关系。而且呢，咱们各自为各自的这个用户服务好就完了。他说雷军是我的客户雷军买了我的车这个车他买了，对吧？那么他买了以后，我好好为他服务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雷军把他的预期20万的车、30万的车卖给别人，他好好服务他的用户不也就可以了吗？我觉得这个是情商比较高的回答，对吧？一上来说有这个吗？没有有那个吗？没有，这个确实有点愣3倍速又看完了这个你再歇会儿吧。大公司病，一个钉子一个眼儿的后遗症绝对的。这个大公司你一旦到了这样就没法整了。这个 Team Vision 是个小 SaaS OKR 作品，对，这个反正做的反正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们的产品然后他们就拿这样的一个团队就去搞这个事情，就是像字节这种公司你要想做出一个什么产品来，一定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投入如果是相互牵扯，你这块是什么样，那他那块是什么样，就扯淡，根本做不出来所以这个 Tree 估计也就这样了。看吧，如果他们短期内不放弃，坚持个，我估计他们也坚持不下去这东西没戏。但是他们呢，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有一点点的卡位就是国内现在没有人去干这个事这个他们算是国内唯一的一个提供完整 IDE 的吧。但是你国内呢，你没有 Cloud 这些东西使，你就挂着这个豆包 1.5 Thinking 或者挂着这个 DeepSeek R1 这种东西的话，基本上没法干活这个我试过一次，就是当时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难度，然后这个测试了一次，发现完全扯淡。
绝对是折磨。好啊，这个保时捷中国会说过好的设计是心有灵犀，我觉得情商也很高。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情商很高的一个说法。税的付费就是为了不排队，但是现在他们付了费还是要排啊，这个并不是付了费就不排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是的，这个他们哎就这样吧，就是大公司病到这样也就可以了。好啊，我们今天的评论基本上读完了啊，今天我也实在是没有更多的精神头陪大家聊天了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陪伴。现在有233个人啊，应该算是今天晚上到头了，也就这么多人了啊。这个大家这个晚上愉快啊，这个晚上好。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啊，下边就是周五的直播，因为呢，这个周四的节目、周五的节目都录好了，放在里头放着了啊。这个所以就是周五的直播了，大家等。再见，感谢大家收看。